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5月17号，那么今天也是我出差的第4天。今天早上没啥事，所以说这里录一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黄金的整体走势。之前我们一直在说黄金此次调整没有结束，向下要看到3150附近。那么最新的图文的说明也是给到了3150到3140这个区域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在前2天的走势，最低下探到3120，盘中虽然是刺穿了这样一个点位啊，但是并不影响它探底回升。那么说明黄金分割在这个0.382的位置还是出现了支撑作用的0.382的位置。那也说明有一种比较向好的预期，就是此次从3500开始向下的调整有可能是阶段性的结束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调整完成了调整的 A 浪、反弹的 B 浪以及最后的 C 浪，这是目前首选概率最大的一种预期。A 反弹是 B， 下跌是 C， 并且这次的调整其实和上一次之前也给大家画过这个收敛形态的 ABC， 它是处于同一个级别的，这里内部也是 A、B、C。由于中长期来说，我们还是比较看好黄金整体后期的一个走势，所以这里当调整结束之后，其实就是我们切入下一次看涨做多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时间点。好，这里是日线整体结构波浪结构的一个说明。下来我们将时间周期切换到4小时图。那从短期来看，昨天出现了一次冲高回落，其实这次的冲高回落，从波浪的角度可以考虑，它是一个2次探底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此次向上反弹，我们主要还是先要盯着这个半分位的位置，大致就是位于3280这样的一个点位。如果价格向上超越3280，那么反转的概率就越来越大，就不是反弹了，反转的概率会越来越大，甚至于随着后期不断向上运行，黄金会去测试之前的次高点3440附近，甚至于3500都是有可能的。因此从昨天之后，在没有创出新的低点之前，我觉得整体的思路就是考虑在相对的低位寻找支撑，我们去考虑做多。下来我们看一下短期的它一个支撑在哪里。目前可视的短期支撑，一个是3185，一个是3173，就这2个位置，3185和3173。如果价格能回落下来的话，那么我会考虑在此处去尝试去做多，它可能上涨也是处于一波3折的一个结构，直至到3280附近我们再说啊。因为毕竟从现在目前的一个价格来说，往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，也有将近70-80美金的一个幅度。那么还有一个前提，这是第一种的预期。第二种的就是说，前提说昨天的低点31这个位置应该是3154，最好不要被跌破。因为一旦跌破，只能说明整体的走势它变得越来越弱。那么3154如果不保，那么3120的前期调整低点大概率也会被跌破啊，它就说明之前的最后这一波 C 浪，它并没有全部的结束，整体的调整它也是出现了新的变化。但是当下我个人从波浪的角度来说，我还是会倾向于按照第一种的思路去考虑布局短线的一个波段操作。整体走势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划分，认为现在是 ABC， 这个没有问题。如果向下跌破，那么整体走势会演变为三重三浪的一个结构，那么到时候就不是 ABC 了，是整体走势会出现类似于 WXYZ 的调整结构。三重三浪它会向下走出，也是一个小波段的一个5波形态，但是每一波里面都是一个3波形态，它不是波浪理论当中推动浪的概念，它是一个调整浪。所以第一种预期我们要有，第二种备选的方案预期万一跌破怎么办，我们也要有。那么剩下的就是等待价格靠近支撑的时候出现十字星或者是底分型，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继续去切入的一个时间点。
好，今天上午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下午一会儿还要出门去继续去谈事情。那么下周一的中午我们就会恢复之前的这种视频的时间点。那么如果大家有继续感兴趣的品种，美股、港股、国际期货、数字货币或者是金银油，也可以继续给我留言。那么后面我抽时间也会一一回复大家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